不愧是我的好兄弟，你还真是了解我，居然在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前约我出来一见。我有东西给你。如果可以，我希望是绵龙剑。去天启城吧，只要你踏足天启，那座城就会有人找上你。以你的本事，你可以越过这些人，找到你秘密的所在，将这里的钥匙交给守护你秘密的人，他会为你和苏昌河打开属于你们两个的盒子。从此之后，你们俩的名字便会在暗河之中永远抹去。还有，你一直想知道的无间城覆灭的秘密，也在其中。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离开暗河，拥有真正的自由。你如此拼命地保护大家长，就是为了这2把钥匙。如今3家之乱已经不可调和，我们可以趁势解散暗河，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得到自由，所有人都能有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原来这才是你的计划。你利用3家的争斗，削弱权力争夺者的力量，最终带着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人离开暗河。哼，苏沐雨，你倒是比我想象的聪明。不过，我也有一样礼物要送给你。彼岸，跨过暗河，便能到达彼岸。彼岸之处，不应是长夜，而应有光明。还记得当年你我一起出完任务，路过苍兰江的时候，那一天你望着江面问了我一个问题，说我们何时才能到达彼岸？而我此刻想要告诉你，就在今夜。可这一夜，会是暗河的血之夜。鲜血才是改变的开始。苏沐雨，你太良善了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底线，而你的底线比我的上限还高，真是令人懊恼。我真是懊恼了很多年。你要还是要拦着我，那不如我们打一架吧，谁赢了便听谁的。你赢了，我随你解散暗河；我赢了，你跟我迈向彼岸。成河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你。你可以带领暗河走向光明，可你的野心也会让很多人步入深渊。而且暗河并非你想象的这么简单，在大家长和提魂殿的背后，还有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更强大的势力？是。就算你我2人成为了大家长和苏家家主，也无法成为握剑之人，因为就算是大家长，也不过是别人手中的一柄剑。既然我们能够建立新的暗河，那这暗河便属于我们兄弟2人。历史背后的手，还有那些执迷不悟的家主，终究会被我们斩于马下。苏沐雨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？对抗他们会死很多人，付出很多代价。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好好的活下去。如你所言，我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不像你，就想做闲云野鹤。苏沐雨，我们始终都是2条路上的人。
说你想在暗河里做个好人，这很天真。你不想杀的人，我替你杀；你不想承担的罪孽，我来替你承担。甚至你想离开暗河，我也可以为你铺路。但唯独你死了，我不能为你送葬。即便他们叫我送葬师。还记得你我二人走出鬼哭岩时，我对你说过的话吗？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现在的我，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天真呢？雪月剑仙，你觉得如何？李城主，许久未见了，苏沐雨。我师弟说，暗河大家长之位的易主会影响江湖，所以让我来九霄城看看。他说，你当大家长，才是最好的结局。等我杀了穆名策，夺取绵龙剑，一统三家，他不想当也得当。我信你，你虽然很坏，但是言出必行。你眼光真不错，你替我拖着他，我去办正事。但我现在看到了更好的结果。什么？苏沐雨说的，解散暗河。这个江湖没有暗河，才是真正的好，大好。是朱超，长河，你的人动手了。我不在，他们怎么敢动？是唐连月，他有属于自己的仇要报。天雷无望，可惜今夜天晴无云，不然引雷而下。大家长，你已经是个死人了。大家长，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这雪落一枝梅最独特的性子，便是它如梅花一般的坚韧。即便解了毒，在短时间内动用真气，它便会卷土重来。看来雪落一枝梅已经复发了，不需要我动手，你也马上就要死。才刚解的毒，经此一战，神仙难救了。如此，唐连月便告辞了。黄泉路上，还请大家长好走。大家长，我们需要立刻闭起行阵。不必了，我已经感觉到我的大限将至。即便是神仙，也不可能逆转生死。神爷，可还有别的办法？刚解的毒，本不应该妄动真气，便可多活几年。但方才神医也不必自责，我本就罪孽深重，即便是到了地府面见阎罗，他也会觉得我是个无药可救之人吧。大家长，沐雨、长河，你们二人随我来，我有话对你们说。其他人在此等候。是。沐雨，我一直认为你之所以不顾一切的保护我，
是因为那生死瞳的原因。什么生死瞳？无妨，已经解了。我曾经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天下所抛弃的人，可是直到那一天，我知道你早已解了生死瞳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小看你了，也小看了我自己。这些年我常伴大家长左右，我认为大家长是值得守护的人。好，很好。我年轻的时候跟阿可亲如兄弟，就像你和长河一样。后来为了争夺大家长的位置，我失去了很多。阿可也独自一人来到了这朱朝。我原本以为他也抛弃了我，可没想到，到最后还是他舍命救了我。只可惜，有些事情是不会改变的，永远都不会。沐雨，其实你也有你自己的计划吧？你最终的目的是解散暗河，对吗？是，我若独自一人离开，诸影之人也都无法善终。我不希望他们整日活在杀戮之中。只有解散暗河，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像常人一样行走在阳光之下。若暗河如雨崩般散去，即便那些人势力再过强大，也都无济于事。你呢，长河？你是想执掌暗河，改变暗河，对吗？我想改变的东西很多，但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可以把这柄剑交给你，虽然我更想把它交给沐雨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和你有一样的想法，可是你现在还不知道，你要做的事比你想象中的还要难上很多。你要打败的人，不仅是苏锦辉，也不仅是我，而是那些比我们要强大、要可怕数倍的对手。我和苏沐雨联手，就还没有输过。区区提魂殿，不足挂齿。提魂殿，那不过是他们设在暗河中的傀儡罢了。几百年了，世人皆知，暗河是全天下最可怕的杀手组织。可是暗河的真相，就连暗河当中的刺客都不知道。所以暗河的真相究竟是什么？暗河的真相，岂能是这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？秘密就藏在我房间的密道里，待我死后，你们尽可去看。不过不看也无妨，当你手中真正握上这把绵龙剑的时候，他们自然会来找你。剑便交由你二人了。大家长，沐雨，我始终觉得，自从我当上大家长之后，虽然
我拥有了暗河无上的权力和荣光，但我更像被三家所抛弃的孤魂野鬼。直到前几日，看到阿珂为我去赴死，看到你解除了毒术，却依然护我周全，我才明白，其实我并不孤独。墨鱼，谢谢你这些年伴我左右。当年若没有大家长，我们兄弟二人走不出鬼窟院。当年我也只是想利用你们二人的力量罢了。大家长的目的和我们的结局，还有最后的选择，这都是不一样的事情。我学艺于暗河，学做人于我父亲。父亲教我的，便是情义第一。情义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想创立一个不一样的暗河，可是后来却发现，我渐渐变成了和他们一样的人。而你，苏沐雨，你是一个永远不会改变的人。走吧，走吧。待你们走后，我会燃起一把大火，将我和这整间朱巢都一起焚为灰烬。你们不必多言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愿大家长可登极乐。我以为你会劝我再去找神医治一治。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，每个选择都有自己的意义。必将跌落地狱，那便希望我们不会再见。怎么都这么久了还没有动静？老大该不会……有人过去了。大哥说了，等他消息。那么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不可以妄动。这世上，只有你要拿这柄剑，我会让给你。其实我觉得，你比我更容易获得大家的支持。毕竟朱影12笑肯为你卖命，而彼岸的众人只会对我拔剑。我们就像说好的那样，你做大家长，我做苏家家主。果然，就算我让给你，你也不会拿。你无时无刻不想离开这个地方，从此和暗河没有半点关系。那你又为何一定要留下来？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无欲无求。有的人想做英雄，有的人想做侠客，有的人想家财万贯，有的人想名震天下。暗河其实很强大，
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能实现和改变很多东西。我有野心，而他们亦有所求。与其浪迹天涯，不如握紧手中的剑，和那些想要主宰我们命运的人抗争到底。说得好，把这些人都杀了，你就给我解了这奇毒。对，他们便是苏家这一代最强的2个人，苏沐雨以及苏昌河。提魂殿，水关。方才你那段话说得很好，只是很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你并不是我们的选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出手。作为三观，我仍然想以旁观者的姿态看这一切。虽然你们很强，但仍然不会是穆慈林的对手。昌河说的话很多我都不认同，但方才有一句，绝非虚言。我们2人联手，还从未输过。18剑阵，起！痛快，痛快！18剑阵，我生平一大恨，便是恨自己没有生于100年之前，不能与苏家高手苏18一战。没想到我被封进棺材之后，苏家便有了能重现18剑阵之人。你废话真多啊！我困于黑关之中那么多年，自然有说不完的话，打不完的架。你这些剑还不足以跟我，让我看看你那真正的一剑。那便成全你。细雨剑。他仔细走我的剑气，原来这便是阎魔掌的可怕之处。愚蠢，竟然敢跟我对阵！看看愚蠢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吧。成河，哎呀，没想到啊，这暗河之中，除我之外，居然还有这般大逆不道之人啊！你居然也偷练阎魔掌了？什么叫偷练？按照现在的结果看，我这叫提前练。实在是太可惜了，你的阎魔掌修炼若是再高一个境界，就能胜过我了。只可惜阎罗10殿，一殿一生死，你棋差一招。
该死，是棺材里爬出来的家伙，内力怎么会如此深厚？狼狈了。成河，你真的想带领他们走向彼岸吗？自然，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。远离纷争，总是我的一厢情愿。既然命运如此，那便挥剑斩断。握住这柄棉蟒剑，成为第一个以无名者身份继任大家长的人。你终于想明白了，我们两个生来就是要与命运抗争到底的人。你说挥剑，那便挥剑，不死不休。我为你寻找这一剑之计。狂妄！远，若只有出一剑的机会，便闭上眼睛，相信自己内心最坚定那一刻的判断。差不多了。方才那一剑伤了你的心脉，若你执意再战，必死无疑。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苏沐雨。老子苏长河。哼，很好，一听就是要名扬天下的名字。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很好，的确是两个了不起的家伙呀。那便期待我们的下次重逢。苏沐雨，你如果真的不想当，那我们之前的约定就算作废了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幕后势力，我也很快就会将他们连根拔起。好，但炎魔掌这门功法太过危险，一不注意便会反噬己身。你以后还需万分小心。我们走到今天这一步，真的很不容易。不过，我还是会继续走下去的。长河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会向外界宣布，从此之后，暗河便没有至三关。我会铲平提魂殿，这样就不会有人下达追杀你的手术。那些你想要带走的家人也是一样。你说过你喜欢南安，我在南安城置了一处大宅，是我这些年偷偷攒钱买的。你到南安城去找守月钱庄的掌柜的，他会把地契给你。院子的地下埋了1万两白银，你若是没钱了，就拿出来用。以后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满城的时候，我会去找你饮酒。当然，你不想让任何人，包括我知道你行踪的话，你也可以不要那间宅子，
转手卖给守约钱庄的掌柜的就行。但是每年秋日，南安城桂花开时，我还是希望能与你重逢一面。长河，你本来就不属于这个地方，离开这儿也是必然。而我，从小就是从尸堆里爬出来的，生命在我这里，本来就是不值一提的东西。我离开了，反而不知道去哪儿。但你这个人其实很笨，你不喜欢杀人，却又只精通这个，别的什么都不懂。你做了多少年的鬼，身上还是穷的叮当响。你这样的人到俗世间，你一定会被骗的。再见，苏沐雨。你说我笨，但你其实也很笨。说给员外那位听的话我已经说完了。苏沐雨，我们该执行自己的计划了吧？长河，我无法背叛大家长。愚蠢！这次三家铁了心要谋你，我会为你铺好路。你只需要做好握住绵龙剑的准备。你怎么这么多年了还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啊？
你永远都是这么天真。大家长与我二人皆有恩情。恩情？他们培养我们是为了替他们去杀人，我们之间并不存在这可笑的东西。只有你真的把安和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而我却始终做不到这一点。对于我而言，这里只是一个交换利益的地方罢了。他给我们庇护，我们为他杀人。所谓的家人，不过是虚伪的说辞。苏沐雨，哲叔就在外面，若我们一起动手，你还能活下去吗？若哲叔与你联手，我自然不是对手。但凡事总要一试。你要是说得通，你就不是苏沐雨。我真傻，和你白费这么多口舌。慕白，在里面偷听的可还痛快？你是怎么发现我的？因为那个让你来此候着的消息，就是我给你的。哼，咱们都是同族，就该互通有无。谁跟你是同族？苏长河，你给我等着！成河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大家长这次一定会死，我也一定要拿到那龙剑。所以，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年的约定吧。苏沐雨，你去做安和的魁，以后成为大家长，统帅三家，把我留在苏家，继承苏家家主之位。这马车真有意思啊！如此之大，却能行驶平稳；如此之重，却能日行百里。这是搬家搬三爷捣鼓出来的玩意儿，能不有意思吗？走好这架马车10日以后，他便死了，生病死了。那我若是治好了大家长，我不会得病死了吧？神医多虑了，你可是神医呀！暗河之乱已经开始，不出10日，我们便会得到一个结果，让暗河的水蔓延整个江湖，涌入天启。成河，或许这一次，你我要对彼此真正的拔剑了。
这么多年为我点灯的童子，他是唯一一个任务结束还能够活着的。要带他回去吗？不必了。都快死了，17号，欠你一只手，还你一条命，算你赚了。多少暗涌的情绪，不舍的挣扎，漫漫长夜中寻你挣扎痛的17号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偷听到你们的任务点，私逃出来寻你，我来接你回家。那地方也都算是家吗？有家人等候便是家。你弟弟还在哪里？如同宿命随波往，点缀着谁能趟破黑暗的河？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你手唯一点光，心境颜色。辗转为魂离合，恋恋不舍，思念在夜里醒着，心不由我，情字总无法逃脱。怎么总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？反正每次你都会及时出现，我狼狈点儿也没什么问题。鬼哭院的试炼马上要开始了，各家主唤我们回去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。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你手唯一点光，情景颜色。想必你们已经有所了解，待会儿时辰一到，你们就会前往鬼窟渊。每组10个人，只允许留下1个。第一组86号、18号、74号、42号、34号、26号、17号、第一组的最后一位，63号、63号。谁惹了木秋兄啊？生这么大的气！穆子哲，你明知这2人是我苏家属意的，你这般行事，是要与我苏家为敌吗？别给我扣这么大的罪名，我可不敢。我只是在尽我总教习的职责罢了。职责？不把过强的2个人放在同一组，这是3家都默认的。你就不怕我上报提魂殿吗？等他们情深意重，把彼此看成兄弟的时候，再让他们自相残杀。
和我走在一起，不要走散了。看起来也没有办法与你走散了。全都来了。谁都知道你们剑术高超，与其1对1跟你们单打独斗，还不如合力把你们都杀了。我们剩下的灾斗还有几分生机？那便来吧。八戒阵，宝剑合适，勾手戒备，决一切生机。要胜此战，唯有一途，雅如绝处。我为尔。要破八戒阵，唯有牺牲一人才能找到突破之口。我们2个同时上，算怎么回事？我知道，我来。那我走了。破剑之口。只剩我们2个人了，所以你疯了吗？你这疯子，停下来！我跟你说过，你的恩情，我迟早会还的。我不需要你还。你此前替我做点灯童子的时候，已是还了。
暗河的规矩，10个人只有1个人能走出鬼窟园，成为3家之人。你若不着我的情，我们2个人都得死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我去和他们说，他们想要最顶尖的刺客，而我们俩是他们这些年里遇到最好的种子，他们不会愿意就这么失去我们的。你太天真了。你把手放开！你把手放开！只要足够强，便有资格天真。